南充市仪陇县来义乡唐果司安排设计师及工程部经理同唐先生一家人在老家碰面，主要是确认本次改造的施工范围，安排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水、电源，提供材料放置区域，确保工程按时完成。与此同时，也要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解决食宿问题。前期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在附近找了些零工腾空屋里的物件，这些东西搬出来搁置在一堆，后期还会大有用处。老房子翻新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屋顶的瓦卸下来。项目经理特意在附近找了几位屋顶经验丰富工作者，担任本项工作的主力军。别看他们年纪略大，但绝对做事沉稳。老一辈的他们对于此项工作来说定是不二之选。在本项施工中，我们考虑到天气原因，并没有选择一次性将屋顶的瓦全部拆除。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拆除面朝堂屋右侧屋顶。业主方再三强调屋顶的瓦能保留的需保留，我们也并没有嫌麻烦，而是将好瓦如数堆放在平坦处。毕竟乡村的瓦片几乎成了一种奢侈品，愈来愈稀缺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建筑材料的主力军钢筋水泥。好在许多人哪怕住进高楼大厦，仍还会情不自禁想念乡村的瓦屋，也许只有那儿才是他们的根，才是灵魂的终极归宿。泥土做成的瓦片，除了固有的坚强，也有几分柔情。后期将这些富有年代感的瓦片用在园林造景上，定别有一番风味。一天时间，终于把这一面的瓦卸下来了。不得不说，速度确实挺慢，但我们一定是在尽职尽责做事，满足业主保留老瓦的需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关注我们，看看下一步土房改造我们又是怎么操作的呢？今天特地邀请客户参观公司的木料合作商，带他们来看看即将用到的屋顶木料。本合作厂一直存放着我们的储备料，如此一来能有效防止发霉斑、起裂缝等问题。客户实地了解木材质量，用得放心，住得安心。我们这样做不仅能消除客户的顾虑，也是对自我的一种鞭策。接上期视频，房屋两侧的屋顶已经拆除完毕。最近几天的工作内容是拆墙，大家应该都了解，以前的房子内部布局混乱，现在我们会根据如今的生活习惯、生活水平对室内做局部的调整。这里我们设计的是玻璃幕墙，考虑承重问题，所以必须拆除。内部虚拆墙体拆除完毕后，人工清理室内多余土块。这里会新建一间，平整拆除墙体推出来的土块，恰好做塑土夯实地基，多余土块用来铺装入户区，方便后期施工。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如火如荼进行中，为了保证设计方案与施工效果的完美呈现，设计师隔三差五会同现场施工项目经理交接落实情况，这也是我们设计施工一体化的主要原因。近段时间的工作内容是根据现在的生活习惯，对以前的室内内部布局做调整。现在新做土墙成本太高，所以我们采用红砖砌筑新墙，主要是卧室配备洗手间，解决洗浴不方便的麻烦。
主体上左侧新建一间，整体打造经典的三合院外观。在老家拥有这么一座白墙瓦带、庭院曲径幽深三合院，有山有水。合作商将木料运输到了施工现场，项目经理安排公司木工师傅抵达工地做前期准备工作。为了保证木料上房的独有特点，拉来现场的都是毛树料，需经过我们木工师傅们长时间的垮皮打磨，包括拉锯、刨木、抬木头、拉线弹墨等等，一道道工序在每一根树上都要进行。经过1周时间的辛苦劳作，换来这一堆半成品木料。毛树料处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木料做木结构、吊孔。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师傅们做吊桶的过程吧。按木老师手一精，手控杖杆量得轻，曲尺墨斗线弹准，墨画梁柱分寸明。流传在民间的童谣赞美的就是木工师傅，纯手工。截止目前为止，整个室内布局已按照设计重新规划建设完毕，前院的落地窗幕墙基础建设也按照施工进程有序开展。看了唐先生家效果图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一块是大落地窗。倘若要在土墙的基础上挖如此一个大洞，直接来安装木墙是不现实的。考虑到承重问题，我们直接把这一扇墙体拆除，以混凝土及红砖来新建木墙基础，保证其承重力。最近很多朋友私信我们说施工进度较慢，想赶快看到最终的效果，以此作为案例，也想把自家的房子改造出来。其实前期基础建设快不起来有很多因素，特别是准备木料。由于唐先生家要求用柏木料，柏木木质细腻且坚硬，年轮纹理清晰，具有较好的防腐性，长时间不易变形。俗话说千年松，万年柏，我们这边的人都很相信柏木，但存在一个现象，周边松树加工厂极多，却唯独没有柏树加工厂。因此，前期木料的准备花费了我们太多时间。木料合作商把毛料拉到现场，我们按照钉口直径12厘米的标准收，不合格的全部退还。合格的木料再由木匠师傅们手工制作成各种样式，制作现场一片繁忙但井然有序。木料线已准备的差不多了，
预计本周安装室内楼扶及后挑，大家持续关注吧，为您带来更多。八方顶鼓赏蹲，已运送到施工现场。相当大气。木匠按照柱头大小计划赏蹲落地位置。考考大家，看得出来我们即将用的柱头是多大尺寸吗？每一个赏蹲都要结合柱头的位置，精准置放。4颗赏蹲全部安装完毕，柱头安装上，欣赏效果更佳。夜以继日对塑料的精准处理，根据塑料大小特点，合理规划其使用区域。柱头及其连接部件都已经制作完成。为了房屋整体比例的协调性，我们使用的是24柱头。别说，这2根主柱头看着确实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木料结构之间都是以榫卯技术完成。可能大家有听过钉子木匠这个名词，大致意思就是，相对于传统木匠那种打榫头做精致木工活来说，钉子木匠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简单快捷。他们只需要用钉子将木料牢固地钉在一起，其目的就是为了图方便省钱。为了保证房子的质量与效果，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口碑，我们沿用真正的老工艺。在处理木料接头上，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钉子。当然，这样慢工出细活的工艺，也对匠人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最近几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趁着汇丰合畅的天气安装好柱头提前挑，恰逢业主回老家查看施工进度，看到我们制作的柱头几筒灯后也十分满意，赞叹我们的木匠师傅们工艺精湛，并坦言现在要想再找到有此等技艺的木匠，确实不容易。是啊，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在学木匠活儿的呢？老一辈的木匠师傅，算算年龄，现在少说也有50-60岁了。难道传承几千年的榫卯智慧会在不久的将来慢慢失传吗？我想肯定不会的。或许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有一批年轻人想要将它继续发扬光大。我们绝不是放弃传统技艺的一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后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改造夕阳河边走。进入屋顶基础建设阶段，相较于传统的盖瓦方式，我们采用的是将木料、混凝土、瓦三大主要用材结合现代成熟技术，形成新式屋顶。在保持古老简朴屋顶的基础上，又能做到后期少打理少翻瓦的优势，一举两得。既然是新式屋顶，那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首先，我们在领子上每40公分钉上龙骨条，然后将涂有木蜡油的欧松板铺钉在上面。木蜡油中的油能渗透进欧松板内部，给予欧松板深层滋润养护，蜡能与欧松板纤维紧密结合，增强表面硬度，防水防污，耐磨耐擦。这样的黄金组合给欧松板提供了最为出色的养护和装饰作用。为了避免每年翻瓦的麻烦，现利用屋顶贴瓦技术。大家也不难想到，既然是贴瓦，其基础下一定会有混凝土。考虑到整体承重，混凝土不宜过厚，2至3公分即可。混凝土既可起到粘贴瓦片的作用，也可以充当保护层。为了室内屋顶美观效果及承重坚硬程度，通过种种因素考量，屋顶龙骨与水泥保护层的过渡，我们选用的是欧松板。欧松板不会轻易变形，硬度比其他板材高，在表面上刷一层木蜡油，给人一种耐人寻味感，简单明了，还带着一股贴近自然的田园气息。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增长，传统盖瓦方式明显不适用了。会上房翻瓦的老一辈已经上了年纪，相信以后对于屋顶翻瓦这件事，无论是主人家还是翻瓦工人，都是一种安全考验。我们的新式盖瓦方式既保留了传统屋顶的风格，又正好解决了这些麻烦。
哪怕您3、5年不在家住也不成影响。房门推开，照样干净整，上金梁啦。即日上梁高屋起，良辰立梁家业兴。上梁是指安装建筑物屋顶最高的一根中梁过程。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上梁有着十分的讲究。在此之前，我们的项目经理会提前给业主汇报工作进程，提醒业主找先生看好日子，精准把握上梁时间，站好时辰，寓意吉利顺遂。近期土房改造项目主要做的工作是屋顶基础建设，主要包含放置边口料不小于12厘米的领棒，每40公分钉上附拢骨条，固定好涂有木蜡油的欧松板。这些步骤看似水到渠成，但每一个步骤的用材都是经过我们精心考量、严格挑选后才使用的。为了整体效果，每一个尺寸也都要精准拿捏，木匠师傅手中的墨斗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样一看，屋顶初步整体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朗朗烈日。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等到屋顶全部完工，一定给大家分享最终效果。何须大厦高楼方称舒适，就此绿水青山便安好居。屋顶做好，后续改造效果就会很明显了。我们下期设完成后，我们在板材上做了界面剂，然后对屋面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洗打扫。屋面干燥后，用水泥基和胶粉结合在一起搅拌均匀，无颗粒就可以达到施工的标准。分段涂刷在板材表层，然后准备好丙纶布。这种偏白偏厚的丙纶布是新料，质量很好，手是撕不掉的。市面上买的灰色或者绿色的旧料不建议使用，这种屋面防水就需要用更好的材料来施工才行。差了的话，管个2、3年就没用了。在刷好水泥基胶水的板材上，把丙纶布竖直平铺到上面。竖铺的意义在于防止水泥基在没有干透的情况下溜坡。铺好后还要保证丙纶布的平整度，然后再在上面刷上一层水泥基胶水。2个丙纶卷材之间必须要预留10公分，形成一个交接点，防止串水。丙纶卷材和砂浆防水、涂料防水、SBS 火烤等等，有适应室内和室外的。有些材料其实并不适合室外，这种丙纶卷材在屋面经过风吹日晒会相对减短寿命，所以后期在施工上面，我们还必须做一层3厘米水泥保护层，保护层里面加钢丝网，这样才不会开裂，达到长期防水的效果。好啦，本期视频施工过程就到这里，关注我们了解更多改造详细内容吧。我们提到屋顶做防水后，需做一层3厘米水泥保护层，里面要加钢丝网。抗裂钢丝网片在水泥中可起到热胀冷缩作用，加强水泥的拉伸力，在达到长期防水效果的同时，又能防止水泥开裂。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盖瓦。盖瓦时钢丝网是保证防水混凝土保护层不开裂的重要措施，是必须要做的。自始至终，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对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控制。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改造价格较高，那是因为没有真正了解我们每一道工序是如何完成的。待您看完整个改造视频，我们相信您会觉得物有所值。水层上施工时，损伤破坏防水层，建房一定要做好屋面的防水保护层。屋面防水上设保护层，可以在暴雨的天气里充分地保护好房子的室内，不受到任何雨水的侵袭。所以做好屋面防水保护层是必须。我们在钢丝网上铺一层细石混凝土做保护层，为保证不破坏防水层，整个施工过程我们都是采用人工技术。出泥前用铁抹子提浆抹平。细石混凝土保护层完成后，要及时进行养护，养护时间最好不少于7天。屋顶基础建设已完成，现需对墙体瑕疵部分进行填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直接抹用混凝土，因为混凝土和土墙并不相容，所以我们一直将先前拆除墙体的泥土保留着，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啦。
用老泥土重新发酵来填补墙体裂缝、墙中小洞等等。墙体瑕疵处理完成后，就要挂网抹灰啦。后期会为大家持续更新改造进度。那就是在墙面喷洒夯土固化剂，待固化剂渗透后，可以起到紧实墙面、增加墙体强度和密度的作用。抹灰前的墙面基础建设工作已完成，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墙体抹灰啦。我们直接看施工现场吧。改造项目热火朝天进行中。为了更好地呼应三合院的特点，屋面瓦我们选用的是普制自然的小青瓦。小青瓦较薄，用瓦时要稳拿轻放，以条形或者圆形堆垛在靠近建筑物的地方，方便2、4搬运。屋顶经过1周时间的养护，期间有风吹日晒，有大雨泼淋，也让我们确认了屋顶没有任何漏水、渗水现象。在上瓦之前还检查了屋面平整度，一系列确认工作无误后，正式进行整个瓦屋面的施工。盖瓦前需在屋面排线放样，瓦垄间距合理一致，从檐口到屋脊的顺序铺筑。铺筑时要做到满铺砂浆，一来砂浆是防水的一个保护作用，二来可以更加结实，防止屋面瓦粘不住，确保屋面瓦与砂浆紧密结合，后期小青瓦不会脱落。整个施工过程，我们要保证屋面的坡度曲线符合设计要求，瓦片之间搭接吻合，行列齐直。如此一来，既能保证檐口底瓦排水流畅，又能更好体现屋面整洁美观。最近天气极其炎热，每天都是36、7度的高温，这无疑给盖瓦师傅们带来了抵御酷暑的考验。屋顶温度高，考虑工人师傅的安全，项目经理安排上午盖瓦，下午休息，不能为了工期拿工人的生命开玩笑。看到小青瓦建筑，肯定有不少朋友会对江南水乡的青瓦房子情有独钟吧？待我们改造完成，也将呈现白墙青瓦炊烟绕、绿水青山蔚蓝天的景象。关注我们，一起期待最终。
最近在重新处理室内防潮。以前业主家修建房子时没有考虑防潮问题，导致地面湿滑。本次改造，我们先铲掉表层地面，降低原地面高度后重新做防潮。防水层是常见的自建房地面防潮方式之一，做法很简单，在地面做好回填平整工作后，上面铺上油纸布或专业的防水材料，我们选用的是经济实惠且不可降解的油纸布，在油纸布防水层上浇筑混凝土，后期再贴上地砖等装修材料即可。房屋防潮处理可分为防水层防潮、架空防潮法、防潮隔离带、合作干燥剂，结合上述4种方法综合考虑。对于农村最为实用且经济的还是铺不可降解的油纸布最为有效。相信朋友们对回潮天气多少都有些无奈，地面如果防潮工作不到位，严重的时候屋里地面会冒水珠子，人住在里面十分烦恼。屋内潮湿特别对有风湿的朋友极度不友好，放置在家里的衣物摸起来总是湿润的，屋内还时常散发有润干霉味。在农村自己建房，一定要注意房屋防潮。其实除了室内防潮处理不到位之外，屋后排水沟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当初建房时，针对排水问题，大家意识较为薄弱，不曾将极大的注意力放在这一块。如今，经过生活过程中的无限摸索，深刻意识到排水沟的重要性。此次改造，我们除了将外观打造的碧瓦朱蒙，室内布局鳞次栉比之外，屋后的散水沟更不容忽视。那么，排水沟怎样做，既能快速排水又经济实惠呢？首先需根据屋顶落水线确定排水沟的位置，在挖好沟渠基础建设后，用红砖砌筑，保证沟道墙体的台面宽度有60公分，排水沟的宽度为30公分，深度30至35公分。然后进行水泥砂浆抹灰工作。特别注意的是，需根据水沟的起点到终点或者拐点计算水沟的底标高，方便雨水迅速的有组织的把地面水和雨水顺畅排出，防止房屋基础和地基被水浸泡而渗透。
以保证房屋的巩固、耐久及室内地面干燥性。屋后排水沟做好了，在农村有很多用处。我们这边习惯存放一些劈好的柴火在排水沟台面上，既淋不到雨，又可以为房子烘托出民宿感觉，一举多得呀。